喂，你好，是物业吗？我是 DH 投资的程志远。我们公司还有员工在加班。对，麻烦你等到下班之后再锁门。谢谢，辛苦了。搞定。老板，你也加班呀？对，在加班呢。反正我回家呢也是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儿。你呢？你怎么也加班啊？我没给你发加班费啊。我勤能补拙呗。我真该为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感到高兴。只要不是为我这样的员工感到伤心就好。其实人的这一生啊，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去承担不同的结果。有些事情啊，没必要放在心上。现在已经挺晚的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哦，不用，我还得去找星座。Cindy，他这个时候应该不太想看到你。我要当面把这个文件给他。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如果你一定要去见他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但结果你不一定满意，还去吗？去。喂，老李，10分钟后来楼下接我。老板，我就是好奇，你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呀？你是不是没有中国的驾照？哎，陈总在那儿。怎么，没想到啊？
原来辛总私底下是这样子啊！他还有更远。嗨，辛总，什么事儿啊？我把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做好了。什么？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我做好了，您要不看一下？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工作，上班再说吧。你加班，我一点都不想表扬你。当然，这是你的自由，可是我觉得很蠢。这太吵了，我们出去吧。走。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也能回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这么晚可没有公交车啊？我打车回去啊。哼，你舍得打车啊？陈总，我在你心中这么抠呢。明天见。晚安。晚安。早安，小陈。早安。早安，来了。走。亚晨，你昨天晚上不会是去……下次带我一个。好，下次带你一个。你不会昨天晚上都在公司加班吧？对啊。你不知道 Cindy 最讨厌员工加班吗？他为什么会讨厌员工加班呀？我告诉你啊 ，Cindy 最反感的就是在公司瞎耗时间，在她眼里这就是无能的表现。我之所以主动要求调到 Cindy 这一组，就是因为我知道她从来不要求员工加班。你这些事儿都没调查清楚，我以后怎么问？哎，田阿姨，小陈啊，大事不好了！妈又出什么事儿了？你妈妈呀，她欠了高利贷，催债的都已经找上门了，把你妈妈从那个麻将馆一路拉回家，还把你家里弄得一团乱。我知道了。啊？你知道了？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跟你妈妈一样啊？你妈妈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哎，你家里已经被人翻了个遍了。高利贷的说了，再给你们家2天时间，你妈妈要是再还不上钱，就要剁了她的手指头。哎，我妈欠多少钱？好像有16万呢。行，我知道了，田阿姨，您帮我现在照顾好我妈，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哦，好。谢谢啊。天哪，16万！怎么了，小陈？没事。哎，你回来，我得出去一趟。一会儿辛迪来了，你帮我跟他请个假。啊，好。谢谢。
这又怎么了？早安。他这是下班了？你刚跟我说什么？没事，走吧。上一季度所有投资案的资料以及相应的分析总结都已经发放到大家手里了，所以下面有请李辉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好的，森姐。是这样，大家手上拿到的资料可以看到，我们部门在上一季度针对我们的互联网领域还有共享经济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么目前呢，已经有包含在小黄单车还有橘子共享充电宝上，一共是13家的企业已经被我们拉到了我们团队里面。所以现在，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继续。一共是13家的创业团队，喂有8家的合同我们已经是出事了吧？剩下5家我们还在是出了点事儿，年年欠人16万块钱，人家追上门了，闹得还挺大的，我就正打算过去看看呢。向大家一样开心，对不对？那么这行一次的你先别着急过去已经高达了10%，我想想办法相信也好会是一次非那就这样常成功的投资。那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把这一次项目做好。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还有这些，包括合同方面的东西。郑总，继续 ，OK。那其实我们眼下这个区块链也是非常热门。那前段时间已经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报告，那后续会发送给大家。那以上就是今天报告。看来程总对我们上一季度的工作并不是很满意啊。上一季度成绩不错，今天下午茶我和程总请客。谢肖总，谢陈总。那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我有点时间出去一下，后面就辛苦您了啊。下午茶我请。谢谢总。那我们办吧。你直接发我邮箱就行，你直接发我邮箱，然后把客户那边的资料给发给你。有需要打电话啊。喂，魏彤。喂，小陈。你现在手里有不用的钱吗？能不能借我点儿？你要借多少都给你啊。有点多啊。16万。16万？你确定你说的是16万吗？我确定。着急吗？急。我想说，你要不急的话，我想办法帮你凑凑。但你也知道我没工作呢，所以我那点存款还不够你要的1/10呢。小陈，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那你跟沈侯说了吗？我不想让他知道。哦，我明白了。那你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但我不太确定我能帮得上你。好，谢谢啊。没想到你平时不怎么找我，一找我就这么大的事儿。跟你开玩笑的，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好，麻烦你了。拜拜。陈总，
我本来说下来买一杯咖啡，看到有一个背影跟你很像，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你。我现在发现，你说的都是对的。什么？就是生活中的苦涩，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无法避免，就学会去品尝它。这句话其实还有下文，你想知道吗？只有品尝过苦涩之后，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真正美好。意思是，如果你想抵达顺境，必须先在逆境中经过一番锤炼。这算是鸡汤吗？怎么了？是感情出了问题，还是家里出事儿了？能让你这个工作狂翘班的事儿，一定是大事儿。能在你身上发生的大事儿，也就那么几件，并不难猜。我现在非常需要钱。需要多少？16万。是家里的事儿。找沈侯了吗？沈侯他现在也刚工作，他自己肯定没那么多钱。我要是找他，他肯定会去找他妈妈要。那如果他去找他妈妈，那这不就印证了他妈妈的话吗？我可不想认输。看来你还是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你脑子里面现在的输赢啊，还是取决于沈侯妈妈那天对你说的话，还是取决于你是否会拖累沈侯。但真正的输赢不在这里。你跟沈侯是来自2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当这2个世界相遇的时候，一定会对彼此造成影响，无法调和的现实差距会形成阴影，而你们之间相互包容的决心，就是能够照亮阴影的光。到底是黑暗遮住了光明，还是光明照亮了黑暗？这得看光明有多强大。所以说，沈侯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你现在说这些都太抽象了，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现在比较关心我能从哪儿弄到16万。那如果我说我可以借给你呢？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恰好有钱吧。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问我拿这16万是要去干什么，你就说借就借啊？这么信任我啊？现在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对吧？能让员工心无旁骛地认真工作，应该是我这个老板的部分义务吧。可是雇佣关系只是暂时的，你就不怕我跑了吗？你可别忘了，我可知道你家在哪儿。除非你一辈子不回去，否则我迟早找到你。那我不会拖到让你要去上门要债的。我现在税后的工资是8600，如果按分期付款的方式，你每个月扣5000，这样3年我就能还清。你连还账的方式都想得这么细致，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不过我想你根本用不着3年才能够还清。你现在不是在负责日新科技的项目分析吗？如果合同顺利签成，你有提成可以拿，到了年底还有年终奖，算下来应该有6位数字。其实16万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赚钱那么容易吗？我既认可你的能力，也对我自己的公司有信心。有这么自信的老板，好像还钱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就当是我提前对你工作的鼓励吧。
谢谢陈总，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和对我的信任。好了，时间都拖了这么久了，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要再不回去工作的话，我可真要扣你工资了。好，你不是要去买咖啡？是。好了，老板您过目。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东西了。虽然古老，但是有效。我先出去了。等一下，你就这么出去的话，公司的人还以为我让你签什么卖身契呢。有客人啊？那我要不要敲下门？你什么时候敲过门啊？我先出去了。哎，等一下，这杯咖啡给你的。志远，你又喝咖啡？你是不是还吃冰激凌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这样会胃疼啊？你每次胃疼都要我给你拿胃药，你胃疼我也心疼啊！快，把胃药给吃了，这水也差不多正好。没事，我胃不疼。爱吃不吃？妈，16万已经转到你卡里了，看到立刻联系我。严小晨，不是你去哪儿了？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走的这段时间可得到了 Cindy 姐的关节垂血。你没帮我请假？哎，我请了，我能不请吗？开会之前我就请了。哎，她表现的特别无所谓，头都没抬。啊，知道了，开会。结果会开到一半，不知道怎么回事，陈总突然走了。会议结束，他又来问我，知道严小晨为什么请假吗？我怎么说？你是不是跟陈总？胡说八道什么呀？哎呀，开玩笑，别那么认真嘛。就是不知道 Cindy 姐为什么会这么针对你。没什么针不针对的，有个严厉的上司是个好事儿。哎，看你刚来，怕你踩雷。友情提示啊 ，Cindy 姐和陈总关系特殊。有多特殊啊？据说啊 ，Cindy 姐和陈总他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陈总在国外创业 ，Cindy 姐就陪着他一步一步把 DH 建立了。但是1年前，陈总突然把公司的所有业务全部调回了国内 ，Cindy 姐跟着他一起回来了。这么算起来，她跟着陈总的时间比乔总还长。你别看乔总职位比 Cindy 姐要高，他见到 Cindy 姐也是要借她3分的。为什么不签字？这个不合适。这个不管，去年我们必须签。哎，还有个内幕消息 ，Cindy 姐和陈总对外都声称自己单身，但是 Cindy 姐不但知道陈总家的家门密码，还经常留宿在陈总家。所以，种种迹象表明 ，Cindy 姐和陈总就是传说中的办公室地下恋情。地下恋情怎么了？他俩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吗？陈总可能是想避嫌吧？你想，公司人多口杂，多麻烦。Cindy 姐也不求名分，就想安安静静的待在陈总身边。哎呀，这么一想，魔女也是挺不容易的呢。
叶小晨，你是不是还知道点别的？我能知道什么？哎呦，快说快说快说！哎呀，快说嘛！我求你了，大哥，我现在脑子乱得一塌糊涂的，你还在这儿来跟我八卦，能不能消停会儿？就是开个玩笑嘛，那么认真干嘛？赶紧工作。告辞。你别管了。沈红，沈红，你看谁来看你们了？啊，你怎么来了？胡总，你们先聊，我去财务那拿这个月报表。你去忙吧。哎，妈，那个我不是故意偷懒的，我是昨天跟刘叔说一谈项目，我实在太累了。我知道啊。哎呀，妈没有怪你的意思，妈是心疼你。你刘叔啊，背后没少夸你。你要是累的话，再躺会儿吧。妈，我肯定会努力工作的。所以你那天答应我的事儿，你可别忘了。哎呦，妈正要跟你说说严小晨这个人呢。啊，来，你坐。哎呀，傻孩子，你对他这么掏心掏肺的，你觉得值吗？当然值得了。妈，你什么意思啊？哎呀，听你这么说吧啊，前2天呢，我刚巧到了严小晨工作的楼下，碰见他了啊，正好看见他跟他们老板叫程志远啊，说还认识你。你说他们挺大的公司，为什么会雇佣一个既没有文凭也没有工作经验的小女孩呢？我看到他跟他老板在一起的感觉，2个人的关系不一般。孩子，他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懂吗？妈，我看不是碰巧吧？你是不是找严小晨了？你跟他说了些什么？哎，我跟他说些什么？哦，那我也要问你了，他跟你说了些我什么？哼，他不会蠢到在背后挑拨我们母子关系吧？我跟你说，妈，你怎么能这么想？我都跟你说过了，小小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清楚。你妈我活到现在，我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哎呀，你呀，真是被他下了蛊了。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只要我表明我的决心，你就答应我跟小小在一起的吗？没错，之前啊，我是想答应你的，可是，并不代表天天让你夜不归宿，住到他那里去啊！啊，你所谓的努力工作，就是陪着客户天天喝大酒，结果呢，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就跑到你刘叔这儿补觉。你拿这儿当什么？想睡就睡，想来就来。你说说，你这样下去能撑多久？身体都先搞垮了。所以啊，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改主意了。从今往后，你不要去销售部跑什么业务了，回到总部，跟我学管理。反正公司以后也是要交给你来管。妈，说好的事情你怎么能反悔呢？妈，你堂堂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你说话怎么能不讲信用呢？这要传出去话，别人会怎么想您啊？哎呦，你就天天跟严小晨在一起，别的没学会，学会给你妈扣大帽子了是吧？好，那我就以公司大老板的立场来告诉你，严小晨这样的人啊，就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他在人品上都有问题。这是什么呀？你看啊，
这是朱棣给我的，严小晨入公司以来的报销单，上面充满了弄虚作假。铁的事实面前，你还有话讲哇？妈，这些话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从您嘴里说出来的话。朱棣说的话你就这么相信？那我呢？他能比我更了解潇潇吗？况且这些报销单随意修改都行的，这能证明什么呀，妈？我以为你懂我，我以为你是站在我这边，可是现在呢？我告诉你，我依然坚持我的想法，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会和小小分开的。好啊，那我也表明我们的立场，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跟你爸坚决不同意你跟他在一起，否则的话，否则的话怎么样？把我赶出公司？妈，你别忘了，我从来就没有想来过。尊敬的侯女士，我郑重的通知你，我不干了。沈侯，我要提醒你，人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你呀，不要为你冲动下做出的决定后悔终身。妈，我发誓，我不仅不会后悔，我要证明给你看，没有你，我会活下去，我还会活得更好。这不是你爸公司的项目资料吗？哟，转性了。不是你买那么多酒干嘛呀？我心情不好，陪我喝点。大白天你喝什么酒？再说你都谈恋爱了，心情不好找嫂子去找我干嘛？上班呢。况且这事儿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什么事儿？我辞职了。啊？那你妈那儿……别跟我提我妈。哎呀，我还以为你跟他苦尽甘来了呢，哪成想你俩这么点儿背，谈个恋爱还得先解决家庭矛盾。哎，你说这事儿我该怎么跟小小说？实话实说。你是因为他才跟你妈闹掰的，对不对？这事儿多帅啊！啊，说不定嫂子一感动，呱嚓再给你生个小猴子。去你！不过猴子，我得提醒你2句啊。你这现在你没了工作，又跟家里闹掰了，你得小心点儿。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之前提醒你的那个意思。你想啊，就算嫂子对你情比金坚，但是她现在在城市远的公司上班啊，你架不住她虎视眈眈吧？你给我闭嘴啊！别瞎掰啊！反正我提醒你了啊。小小，想我了吗？进来吧。
小小，你收拾行李干嘛？你不会又要不告而别吧？我要不告而别，我会就只收拾这几件。那还不是因为你上次突然消失了，我都有后遗症了。你收拾衣服干嘛？出差啊？我得回家一趟。回家我陪你去啊。不用了，你还得工作，老请假也不太好。小小，我辞职了。事情就是这样，小小，我妈要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你可千万别理她。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你确定你不回去了？我要是还待在公司，拿着公司的工资，我就还是我妈的空瓶。工作嘛，大不了再找。我发现我对于跑销售还挺有天赋的，再熬个1、2年，赚足了本金，到时候我干脆自己创业，拉着雨辰一块干。小小，你别担心啊，我真的想清楚了。工作有很多，但是你只有一个。我要是把你弄丢了，我上哪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你啊？所以，我希望你支持我的这次决定。你知道，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你都不知道，我在来找你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直到我见到你，我突然就有了勇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之间应该最纯粹、最真实，不带有一丝丝隐瞒。我明天回老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去。真的啊？如果你不想去也没关系。愿意啊，我行李都带来了，说走就走。我们家可比不上这儿，吃的和住的可能都不是很好，而且我妈脾气也不太好。小小，我既然说了要跟你一块回老家，我就做好了面对任何事情的准备。好，来菜去。叔叔，你们下棋呢？周阿姨好。哎，孙阿姨。哎呦，回来了。叔叔啊，回来了，小陈。周阿姨好。哦，好好好，挺好的。哎。妈。妈。哎，小小。你等我一下啊！哦，妈，你谁呀？你怎么跑我家来了？要债的？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是贼吧？不是贼，不是贼呀！我不是贼，这不是贼，这不是贼，自己人，妈，自己人妈。我大学同学。这什么同学？妈，嘿嘿，妈，嘿。妈，你刚上哪儿去了？我上派出所录口供去了。啊？口供？什么口供？那帮人找麻烦来了，你不会是还没还钱吧？一大早就找上门来了。刘金芳，出来还钱！刘金芳，刘金芳，吵什么吵？俺一大早
还让把人睡去了？干啥咋呼呼的？不是进去！你这讨债的！有这什么人了？跟这进去！刘金峰，还钱的日子到了啊！你再不还钱，别怪我不客气。把字写上。臭流氓！我跟你说，臭流氓！臭流氓！臭流氓！敢在我家门口刷漆，你要死啊！你们要钱没有？来，有本事把我手剁了！你太嚣张了吧！刘金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现在已经到了还钱的日子了。你要是再不还钱，小心我拆了你的房子！哼，好，好啊！来，对公安局是个证据。来，我把110拨好了，就差这么一按了。来来来，刘清芳，去，把这女人手机给我抢回来。去呀！你有种啊，刘清芳！你给我等着，害我回来了！快走！什么？我电话还没拨出去呢，警察就来了。你说，该着这3个坏人被抓起来。啊，我就还了4万块钱，剩下12万都在这里头。不是，到底什么情况啊，妈？还有小小，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你谁呀？一口一个妈叫着，我怎么不记得有你这么个儿子？啊，妈，你好，不是，阿姨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侯，3点水那个沈，王侯将相的侯，妈，他是我男朋友。阿姨，折腾了一早上了，你是不是饿了？我给你弄点东西吃，啊？我是饿着呢，可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啊，没有吃的啊？那我们可以给您去买点儿。啊，我俩去菜市场给你买点回来做。啊，对，阿姨，我们先走了。不是小，到底怎么回事？你妈从哪儿借的钱啊？欠的高利贷。啊？那怎么不早点报警呢？我当时就是怕我妈会出事儿，也就没想那么多。那谁借的钱啊？我找陈志远借的钱。程志远，你为什么不找我啊？我找你，你一时半会儿能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吗？你不还是得找你妈吗？我可以找雨神。哎，我就算是找陈志远借钱又怎么了？我又不是不还他。那你怎么还？我现在还有1万多的存款，再加上我每个月的工资从工资里扣。要不这样，别从你工资里扣了，这4万块钱我帮你还了。不要，你不许去找你妈要钱。放心吧，不会。现在我跟我妈的关系，你觉得我问她要，她会给吗？小小，咱们买些什么呀？现在，哎，买菜来。这现在怎么卖？3块2。3块2啊？能便宜点吗？你这现在不太新鲜。哎，瞧你年纪轻轻的，还挺会还价的。行，要不给3块吧？3块啊，好。哎，对了，你妈为什么会欠高利贷？我还没问你呢。打麻将又输钱了吧？没想到啊。哎，
你到底买不买啊？别杵在这儿啊，影响我做生意。谢谢啊。买菜吗？这个多少钱一斤啊？这个啊，8块。哈，买了好多。哎，小陈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你回过家了吗？你妈妈那边怎么样了？早上那帮放高利贷的又找上门来了，得亏有人匿名报了警，把他们都给抓了起来。我妈把那4万块钱也给还了，还录了口供才回来的。这次真是有惊无险的。那就好，那就好。哎，田阿姨，我妈她借高利贷，是打麻将又输钱了吗？哦，不是的，她最近打麻将都已经不玩钱了。你妈没跟你说啊？没有。唉，她是被一个牌友给坑的。那个人呢，是最近才开始跟我们打麻将的，每一次都会请我们喝点茶什么的。反正出手挺大方，好像挺有钱。那你妈妈一打听啊，知道那个人的钱是在什么投资平台上面赚到的。那个人看到你妈动心了，就怂恿她也投钱进去，说是可以帮她操作。哎，什么投资平台，那都是诈骗，到时候他们就卷钱跑了。你妈妈一开始小投了一笔，可是很快利润就翻倍了，她就觉得应该多投多赚，所以就想到问我们借钱。可是我的钱都不在我自己手里，我实在是帮不上忙，所以她才想到借高利贷的。可没想到那个什么平台是骗人的，你妈妈从高利贷那边借的4万块钱，在那个什么平台里面1毛钱都没拿回来，结果高利贷那边反而利滚利变成了16万，所以那帮人才上门催债的呀。哎呦，我妈她老相信这种不劳而获的事儿，得亏这次是运气好，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呢？小陈啊，你也别怪你妈妈了啊，都是为人父母的，她的心情啊我懂。她想多赚点钱呢，其实是想帮你减轻一点负担。她有一次跟我讲过的，她说你一个人在上海这种大城市生活很辛苦，挣点钱不容易的。小小，你就别怪你妈了，你妈挺单纯的。好好劝劝你妈啊。那我先走了啊。拜拜，阿姨。再见啊。哟，妈。阿姨。你帮我妈。阿姨擦门呢。哎。哦。阿姨，您坐，坐，椅子，对，我来，啊，慢点，别溅一身。没事。哎，没事，这儿有。啊，有啊，我帮你打。不用。干嘛呀？对，没事。我来。要干什么呀？哎呀，那个，这个干嘛使的？擦门去吧。啊，吃的。啊，吃的，吃的肯定很好吃哈。哎，那您先休息啊。阿姨，那我门一会儿就干净了啊。让地方，你这笨手笨脚的，去把桌子腾出来。那你来吧。
阿姨，您这手法啊，都赶上5星级酒店大厨的标准啊！拿个盘子来。哎，好嘞。阿姨，盘子。拿个大点的行不行啊？哎，好嘞。阿姨，大盘子。行，放着。妈，你当心手啊！我出去了。葱姜蒜，葱姜蒜啊，葱姜快！蒜。你小心点手。你们两个，哎，不要那个。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8个多月了。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大学同学，天天都能见着。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啊？阿姨，我暂时还没有工作，不过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您放心，我到时候肯定会照顾好小小的。小小这2个字，是他让你叫的？我给他写外号。这是他爸给他起的小名儿。不是，阿姨，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撒谎，我真的给他起的。那你看上小小什么了？他呀，那太多了。总之，他优秀，哪儿都优秀。啊，您可能不知道，小小在学校里啊，年年都拿奖学金，学校的教授直接给他保研。您知道这机会有多珍贵吗？但是小小呢，说不要就不要了，厉害吧？学校里的同学对他就是羡慕嫉妒恨。哎呦，还有，他在公司里啊，每次都受到领导的表扬，而且他一进公司就给公司签了一大笔合同，厉害。他这么优秀，你又没工作，拿什么养活他呀？阿姨，虽然我现在没工作，但是为了小小，我肯吃苦的。他只要开心了，我做什么都愿意。好了，你去吧。那您不要帮忙了。没事了。那我先出去了，您有事随时叫我。好。好嘞。哎，我妈脾气挺好的。这也太香了！你快动筷子吧，我等不及了。哎，谢谢妈。叫阿姨。哎，谢阿姨。不用了，我自己来。你不最爱喝鱼汤吗？不用了。太好吃了！你们就不想说点什么吗？是不是因为我第一次来，你们不好意思？哎，没事，说吧。我可就说了啊，那16万是从哪儿来的？我找朋友借的呀。你有什么朋友这么大方，一下借你这么多钱？不是，妈，你到底想说啥？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明白。在上海那样的大地方，接触朋友，谁知道你接触了什么三教九流？妈，吃菜。阿姨，这个真的，我可以替小小作证。谁呀？不会是那帮放高利贷的又来了吧？不会，你想想看，警察都找过他们了，而且钱也还了，没准是阿姨的朋友。
谁呀？说话！装神弄鬼的，去了趟派出所还嫌不够。哎呀，不见棺材不落泪。大嫂，不是姐，你看没别的意思啊。我听说你们家出了点事儿，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帮什么忙啊？你是来看笑话的是吧？不是的，姐，你别误会我。你少装好人！我真的是看看有什么姓能帮郑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还有点良知，你就告诉我，当年撞死我们家老严那人现在在哪里？你说。姐，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能不告诉你吗？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哪这记得？哎呦我的姐，姐，闺女，你快点劝劝你妈，让你妈冷静点。哎，你走开！不是，姐，我，哎呦，姐，妈，说，妈。第一，你们家呀出了点事儿，我听说了，然后我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是真心的想帮忙。第二呢，我就是个卖车的，那个人就是世夏，我哪知道他是谁呀？我上哪儿找他去？我哪认识他呀？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呢，姐。你放心，你看我这，哎呦，姐，妈，别打了，姐，我真帮忙来了。不是，哎呦，大姐你冷静点。哎呦我的天哪！姑娘，有啥事跟我说啊。哎，你没事吧？哎呀，哎，好嘞。妈，快走了啊！走了。哎呀，咋的了？这16万是从哪儿来的？我找朋友借的呀。你哪儿来的那么有钱的朋友？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拿的郑建国的钱？不是，跟他没关系嘛。那哪儿来的？我真找朋友借的，我事儿不也摆平了吗？哪儿来的那么有钱的朋友啊？你告诉我，说，妈，说，你阿姨打坏人打谁要干嘛？你要是我们老严家的女婿，你就赶紧跟我追去。要。你别跑！妈，夏夏，你去那边看，我去那边。别找了，你就算找着他，他也不会说的。啊，那怎么办？我还等着做女婿呢。咱现在回去啊？走，河边走走去。啊。原来你爸是被……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得了什么病。小小，这事儿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我明白。哎，你妈刚才真的是情绪太激动了，把我吓死了，差点把你给打伤了。我早就习惯了，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什么？我爸出事儿之后，他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儿，或者是碰到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他就会变成这样，情绪就没办法控制。不过，看来你妈真的很爱你爸。你知道吗？我妈年轻的时候，是这个县城昆曲团里最有名的正旦。她最出名的2个戏，一部叫《桃花扇》，一部叫《牡丹亭》。每次只要剧团有慰问演出，县里的那些男女老少就会放下手里的活儿，赶过来一睹她的风采。
而我爸呢，当时只是剧团里的一个新来的木匠。我妈当时风头正劲，我爸却默默无闻的。所以我爸虽然心里一直爱慕着我妈，但却因为身份的差距，没有办法把这份爱意说出来。我妈，她开始只觉得我爸这人忠厚老实，也没往别的地方想。我爸的性格，从来不会为自己去争取什么。喜欢一个人，只要看着他每天过得好，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换句话说，按照我妈当时的势头，要是能真的嫁给一个好人家，我爸也会衷心的祝福。但没想到，一切都变得那么快。我妈总是那几部传统的剧目来回的演，观众也开始听腻了。剧团为了卖票，不得不开始排演更年轻、更活泼的剧目来迎合观众。我妈不肯，她想坚持传统，但很快就被一些更年轻的演员代替了。也许是意外，也许真的是命中注定。在那场演出里，我妈腰上的旧伤突然复发，也就此终结了她的演艺事业。清芳，只要你愿意，以后我养你。你爸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在你妈最风光的时候，他默默陪着她，不打扰；在你妈最落魄的时候，他不离不弃。他们结婚之后，我爸就用自己一点一点攒下来的钱，在县城里开了一家五金杂货铺。他还会做木雕，所以就把木雕当成了副业。我妈呢，就在店里给他做帮衬。他们结婚的第2年就有了我。我们一家3口，虽然日子过得有点拮据，但是也和和美美的。我只是不愿意让我爸妈过一辈子的清贫生活。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所以我知道，我唯一的出路就是高考。是729450729。哎，怎么了？好，好，谢谢。怎么了？爸爸，你快说话！考得不太理想。哎呦，不可能！我估过分了。403。哎呀，好吓人啊！真挺高啊，乔乔。那我可以去华大了。对呀，对呀，对呀。吓唬我！是。你老想着去华大，去华大，在本地读师范不也挺好的吗？毕了业还可以当老师，不要去上海。我才不要。是，但是上海啊，对小小的今后的发展有好处啊。总向着他。妈妈是舍不得你啊。你舍得呀？是我也不舍得，但是爸爸支持你啊。既然决定去上海了，那就好好学，拿出优异的成绩来，然后给妈妈、给爸爸看啊。哎，来吃。孩子长大了啊，有选择了，成长。来，你不高兴吗？啊？
那厂长也不能说跑那么老远。我不吃，你吃，吃不吃？我这有肉，你吃，你吃。哎呦，一把年纪还秀恩爱呀？酸吧？酸哥。哎呀，祝贺啊！真甜呐！啊，你问清楚了吗？第一志愿怎么能调档呢？我们不是超过录取分数线11分了吗？他这个学校就是这么说的。就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好的结果能上个普通2本，就差一点的就得落到3本了。老严，先吃饭吧。啊，我吃不下，我不吃了。你叫小小，让小小，我去叫吧，去叫。小小，你干什么去？小小，教育局讨个说法去。嗯，你不要去，我去。你在这等我，爸爸拿包去啊！你等我。我自己去。吃完饭再去啊。您再帮着查一查，啊！跟你说了这事，我真管不了。警察同志，一会儿家属来了，我能不能见一下？这件事情啊，根据现场的几个目击证人提供的口供，我们初步判定，是由于对方闯红灯所造成的事故，属于对方全责。考虑到家属的情绪呢，见到你们之后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刺激，所以我觉得咱们这边呢，还是尽可能的回避一下。那有警察。大夫，孩子他趴在哪里？老严在哪里？姐顺命了。啊！你爸！您好，我叫郑建国。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遗憾，对不起。如果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我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刘女士啊，首先我们要告诉您的是，肇事司机叫程鹏，郑建国他只是当时车上的一名乘客。其次呢，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已经复核过了，
是因为您的丈夫闯红灯才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对方呢，人家是正常驾驶，也没有饮酒。事故发生之后，也没有逃逸，第一时间选择把您的丈夫送到医院里全力抢救。所以啊，您不能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我们也不能给您立案。当然了，对方也说了，愿意对您进行一些这个经济上的补偿嘛。我不要钱，我要命。告诉我那个叫程鹏的现在在哪里？他撞死了我丈夫，一命还一命，我不会放过他的。刘女士，您听我再跟你解释啊，既然对方他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您是不可以见他的。并且我觉得，现在您的这个情绪有点激动，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确保这中间不会再发生什么二次的伤害嘛，对吧？你们不管。那后来呢？后来，我妈逢人就说，我爸是为了去给我争取一次重新报志愿的机会才丧命的。当时媒体也来报道，这事儿引起了教育局的高度重视。学校调取了我的高考成绩和档案，决定网开一面，最后给了我一个调剂名额。把我从原先调档的国际贸易系调到了金融系。那这么说的话，原本你我赵雨环，我们三个应该是一个专业的。我懂了，所以你妈会怪你，她觉得，要不是你一定要考上海的华大，你爸。我刚才就应该去继续追那个什么郑建国，抓到他，然后逼他说出来撞死你爸那个人是谁。他现在在哪？我们找到他，这样你妈就不会怪你了。他要是愿意说，他早就说了。而且我知道，撞死我爸的人是陈鹏，他其实不过就是个帮凶，我才是主凶。是我害死我爸的，我妈恨我是应该的。小小，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你才不是主凶呢。你妈妈不会恨你的，你是她女儿啊。我爸除了是我爸，他也是我妈的爱人。我害死了我妈的爱人，我妈能不恨我吗？我如果只是个路人，我妈完完全全可以像恨郑建国一样恨得咬牙切齿。可我是她女儿啊。我妈虽然看上去暴躁刚烈，但她其实是株菟丝草。而我爸木讷老实，其实是我妈攀援而生的大树。树毁了，这草活着的意义也不大了。我妈在我爸出事之后自杀过一次。什么？那后来呢？后来被救回来了，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个多星期。但是后来我们为了还医药费，还有维持以后的生计，就不得不把我爸的五金铺给卖了。所以，你从那以后，你们家就没有经济来源了，是吗？所以我大学4年才一直都在打工啊。我妈那次自杀被救回来之后，她自杀的念头就从来没停止过。
我在他病床前，我跟他说过，我说如果你还是想要去死，那我也就不活了。你用什么办法去自杀，我也用什么办法去死。小小，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好了，都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真是太混蛋了。小小，对于你而言，大学不仅仅是大学，学位不单单是学位，可是我却，我真的是个混蛋。好啦，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你知道我家的情况了，贫穷、无助、绝望，甚至还有点可怕。你还会接受这样的我和我与众不同的家庭？如果你愿意接受，我永远都不会松手的。小小，无论你的家庭是什么样，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保护你。放心吧，小小，我在。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收一下。妈，这样，你先别进去了，我怕他看着你又受刺激。我进去跟他说吧。没事儿。郑建国追着了，追了，他跑了。跑了，你们去那么久？我跟小小在河边散了会儿心。你老实告诉我，他那16万是不是跟郑建国要的？不是，阿姨，我给你发誓，我拿我所有的发誓，这钱绝对不是郑建国的，真的。我这么跟您说吧，小小的老板呢，他是一个善良、优秀，而且还大方的人，他还跟你们是老乡，所以啊，他那个人就特别喜欢帮助一同在上海奋斗的小老乡。还有一个道理就是，他是一个大企业的大老板，所以呢，他这个16万对于他来说就相当于，咱们普通人的16块钱，是这道理啊。好嘞，我再跟您说一下我的心里话。我想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到时候您和小小就不用担心了，你嘛就绝对不会再跟别人借钱了。我可以的。你小心点儿。没事啊。没事。那我出去了。哎，这个真好看。我妈怎么样了？
的是太厉害了。嘿嘿，你妈没事。我跟你妈说了，是你那个又优秀又善良的老板借你的钱。哼。哎，你妈也会做木雕？他当然不会了，我爸才舍不得让他干这些粗活呢。我爸说我妈的手是唱戏人的手，平时让他做做家务、煮煮饭已经够委屈他的了。我看你妈又在那儿做木雕，可能是想你爸了。我去煮饭。好啊，哎，我帮你。你妈喜欢吃什么？咱们一起弄点她喜欢吃的啊。啊，好，来来来。